欢迎来到 News 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杨紫新剧才播6集，全网热度第2。网友：近年唯一没有快进的国产剧，观众总算是在屏幕上见到杨紫了。她2021年的演艺事业属实有些坎坷，虽然本人演技、颜值还有流量都是小花中的佼佼者。可偏偏兢兢业业的成果被一压再压。先是拿手古装题材原本的大女主被改成平番，眼看着要播出了，结果大投资几乎打了水漂。后被一致看好的小甜剧终于被官宣定档，宣发了几波之后，忽然又被撤档，彻底被藏进了箱底。粉丝都已经欲哭无泪了，哀嚎声一片。还好新作《女心理师》上线了。只不过这部剧的播出之路也并不顺利，2次上了湖南卫视的招商片单，结果却被网传要登陆江苏卫视。要知道这2个频道的实力差距可是有点大，但好歹也是上星剧，逼格也是不一样的。可临了又官宣只是一个网播平台上线，影响程度肯定是不如3网联播了，照比杨紫以往的牌面有点小。尽管如此，观众对杨紫的喜爱还是清晰可见的。这部剧首播仅放出了6集，热度就迅速窜到了第2，与一线女星杨幂的《胡珠夫人》差距极小。口碑有2极分化的趋势，但除去无脑黑的评论，网友给出的打分还是比较客观的。不少人表示，作为节奏紧凑、作为职场剧看得进去，而且也是近年不可多得的没有快进的作品。有装叉成分，但剧本够硬，演员演技在线。女心理师讲述的就是女心理师赫顿杨紫是如何在事业受阻的情况下，凭借自己出众的专业能力，与闺蜜和男主携手解决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。误杀的导演与国家1级作家加上专业心理咨询师双重身份的毕淑敏著作，这制作班底对于职场悬疑风格的作品来说绝对不容小觑。正片放出果然不出所料，无论是画面、服化道还是道具都十分精致，质量就是上星剧的水平，滤镜磨皮也比较真实舒适。缺点就是开头无用的炫技成分太过明显，比如井柏然一出镜就来了个飞车救人的戏码，就不说他骑着摩托与小货车硬刚，并且瞬间自己飞出去救人，是不是离谱了？光是为了渲染紧急的氛围，短短10秒钟，硬是来了好几个机位秒切，车的玻璃都飞出来了，对于剧情没有任何帮助，而且看得人头晕目眩，这就大可不必了。不过还好，剧情的内容和演员的演技足以撑得起来。比如张若楠饰演的尤娜，这条线就有几个反转。先是坐在天台上准备跳楼自杀，原本以为只是个患有重度抑郁又被污蔑的少女，结果原来是个绿茶，故意用自己跌下舞台来污蔑另一个女孩。就在大家以为她是觉得自己的风头被抢气不过，嫉妒别人所以暗中使坏，结果他是亲眼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和那个女孩的母亲一起出现的画面。这条线展现了家庭阴影和校园暴力，关注的是学生隐藏在深处的心理问题。张若楠作为小单元中的配角，对人物的拿捏、眼神转换也是十分到位的。气势不足但表现精湛，90后演技扛把子。女心理师虽然有刻意提升逼格的片段，但对整体剧情的发展没什么影响，而且杨紫作为女1号表现确实十分出彩。可能是阅历不够，年纪也比较轻，展现出来的女强人气势不太足，所以在紧凑的节奏中不够带感。不过好在她的演技完全可以撑起整部剧，在面对不同突发状况时，杨紫流露出的情绪十分自然，而且各有不同。比如在前期与男主相处时，赫顿脸上写满了嫌弃，当然也要归功于井柏然把人物的油腻自恋刻画了出来。杨紫的分析与态度仿佛就是屏幕前的各位观众，不刻意也不浮夸，可以给个好评。在事业受挫受到了舆论的指责时，
他在车上默默流泪，有不被理解的难过，也有自我管理的失望，还有在母亲面前，赫顿拄着椅子扶手，红着眼眶望着眼前人的场景，不要太让人心疼了。神态中仿佛有千言万语，同时也进行着内心的谴责。在一众90后小花中，杨紫的演技确实可以名列前茅，而且她敢于做出尝试，香蜜沉沉烬如霜与亲爱的、热爱的，算是杨紫事业的高光时刻了。大部分同阶段女演员在演了言情剧大女主火爆之后，一般还会维持这种现状，而杨紫却勇于走出舒适圈进行转型，明显女心理师更加专业严肃，与偶像剧的风格截然不同。看来她逐渐就要成为90后小花中的演技扛把子了。女心理师虽然一轮播出只是在网播平台，但也不代表之后不会在电视上与观众见面。从剧情、人设还有演员演技来说，这部剧都属于上乘，不知道后面的剧情能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。热度反超《胡珠夫人》，成为当下最为炙手可热的作品了。肖战旧照流出引争议，顶着28岁高龄出道的他还能复出吗？年《陈情令》火遍全网，为无限扮演者肖战也登上流量顶峰，成为当红小鲜肉。一生战战是多少女粉丝的心声。相比于蓝忘机王一博，肖战虽然已经出道将近5年，但一直没有火起来，所以算起来，他是28岁才正式出道，在众多小鲜肉中算是高龄前辈了。漫画男主般的高个子，61寸的小细腰，可爱的虎牙和棱角分明的轮廓，一眼看上去就少年气十足。肖战的外形实在是受欢迎，人红是非多。随着肖战问鼎顶流，他的很多旧照也被爆了出来。一些网友拿出肖战旧照和现在的照片进行比较，因为相差太大而引起了热议。有网友直言，不光是外貌气质，就连五官细节都变化很多。没有出道前的肖战双眼皮并不明显，眼皮上方微肿，而现在照片中的他有着欧式大双，眼角也比之前打开很多，一双大眼睛明亮清澈，不知道是化妆的功劳还是什么呢？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肖战的鼻子也有明显变化，尤其是从侧面看上去明显高了一些。以前肖战的鼻翼属于比较肥大的，而且鼻梁不高，是典型的大鼻子，但是现在鼻子两侧往里收，鼻梁轮廓挺拔英俊，小巧玲珑的，和之前并不一样。以前是鼻头比较尖，鼻梁矮，弧度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。在之前参加综艺的时候，肖战还挑战了用鼻尖触动屏幕，但是在出道之前，肖战的鼻子是根本做不到的。不仅仅是五官，肖战的脸也是小了一圈。未出道之前，肖战的脸是典型的婴儿肥，脸型很圆润饱满，没有棱角，而皮肤肤质也是比较差，有黑且清晰可见痘印。在这里，小编认为，追求美是每一个人的自由，而用欣赏他人的眼光去看待，才是善意而又理性的。在成名前，肖战也吃了很多苦，他的顶流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1991年出生的肖战，在24岁前一直过着和演艺圈毫不相干的生活，上学、念书、找工作，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。在24岁的那年，肖战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点。当时有一个叫燃烧吧少年的选秀活动在全国进行海选，在数千名16至24岁的少年里挑出了16位出色的少年进行分组 PK， 最后选出的几个人成团出道。肖战踩着年龄线的末班车，以 X9 少年团成员身份出道，他是其中年龄最大的，团里还有2位00后。因为出道比较晚，又参加的是男团，必须会跳舞，但是自己没有一点舞蹈功底，就没命的练到脚指甲脱落。但在 X9 少年团，肖战的资源并不好，公司甚至雪藏他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通告。
这对于艺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肖战只能外出试戏，出道4年一共只演了14个角色，其中有一个送外卖的，连对手戏演员也没安排。他在《陈情令》的魏无羡这个角色，是肖战通过努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。在试戏之前，他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物的角色，构思了很多的人物关系图，细细揣摩魏无羡各个时期的心理活动，最终给自己赢得了演这个角色的机会。而拍戏时，由于他是新人，没什么名气，所以在片场也是比较辛苦。有一场用的是道具鱼，为了效果好，鱼是不太熟的，而且涂了胶，味道很大，但是他还要演得吃得很开心。肖战自从 AO3 事件后，就一度销声匿迹，至今仍然没能复出。顶流明星就如同流星一样，不同的时期就有不同的顶流，而下一个会是谁呢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